蓝胖子画了一个自己，机器人变得跟蓝胖子一样蠢萌蠢萌的。蓝胖子又画了一个胖虎，暴力指数爆表。可当大熊上手时，所画的静香却上蹿下跳，活脱脱一个大猩猩。大熊的美术老师得多心疼。蓝胖子一进门就看见大熊影帝上身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演技高超的都能拿个奥斯卡小金人。果不其然，出大事了。胖虎难得借了本书给大熊，还是本教人打架的书，不愧是胖虎。可大熊却把书给弄脏了，还看啥书学打架呀？估计一会儿就要被胖虎实操演练了。蓝胖子为了不让大熊被打进 ICU， 拿出了一台测试用机器人，只要在屏幕上画上对应的脸，这个机器人就能100%还原本人的反应。蓝胖子发挥奉献精神，先拿自己开刀，只见一阵假面骑士变身般的炫酷画面过后，机器人就变成了蓝胖子的复制人。大熊一说有铜锣烧，他俩都嗨到不行，说是骗他们的，就都又着急上火了。一说有老鼠，蓝胖子和机器人吓得吱哇乱叫，跟二人转一样。大熊这个老色批拿到好东西，当然是先迫害静香了。他拿起笔就画上了静香的脸，然而这个静香又是捶胸顿足，又是上蹿下跳，还拿走了大熊的眼镜，在屋顶上跳桑巴舞。原来是大熊画的太烂了，被识别成了袁静香。刚把大熊的抽象派人像擦掉，老妈又吆喝起来了。大熊说好了帮他跑腿，却迟迟未动。但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大熊可没心思去买东西。于是老妈机器人上线，可是说没时间，不想去也没用，拍马屁也只能拍到马腿上。老妈早就知道大熊的突然奉承背后打的是什么小算盘，最后大熊用出了绝杀。哎呀，我要忙于学习，天天进步呢。这招果然奏效，主妇的活又回到了老妈身上，并且还很高兴。大熊计划通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。蓝胖子在测试用机器人上画上胖虎的脸，接下来就要靠大熊自己了。看着那张狰狞的脸，大熊紧张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胖虎最讨厌的就是磨磨唧唧的人了，大熊自然要挨揍，老老实实认错也没有实质性改变，大熊直接被锤爆了。之后无论大熊是自暴自弃，决定学书上的内容和胖虎打架，亦或是扯谎说书弄丢了没借过书，甚至推过给小夫，结果都只是3个字，被直接送走。这下就只有去真人 PK 了，胖虎本人出马，大熊的下场基本就是伤筋动骨100天。视死如归的大熊带着书出门去找胖虎了，胖虎蹲在角落里一个哇哈，吓得大熊直接把书扔进了下水沟。见大熊掉了书之后，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胖虎居然千载难逢的向大熊道歉了，咱俩是好哥们儿，别往心里去。但当他发现从水沟里捞出来的书是自己的时，胖虎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这回换成大熊表示好朋友一笔勾销，胖虎痛不欲生了。看来蓝胖子的道具也有预测不到的情况啊，只是大熊最后有没有被胖虎追上来打就很难说了，大家觉得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变成名副其实的下半身动物，他和猫女友约会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老妈频频上楼查岗，原本在写作业的大熊却竟然变成云朵飞走了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。胖虎在放学的路上提议大伙儿一会儿一起去鹿木公园撒欢，可只有大熊是站着附和，而没有写完作业的唯一的人。深感上当受骗的他哭着跑回了家，本以为放下书包偷偷溜出门就万事大吉，却撞上了老妈这个活门神。回到房间，蓝胖子也没在，妈妈还在门口守着，难道只有写作业这一条路了吗？小伙伴们都还在等着大熊，这时候让他写作业那是要他老命。大熊又气又急，又怕老妈的突然检查，一回头看到蓝胖子的半个身子坐在后面，脑袋不知上哪去了，只有一朵云。大熊好奇的上前挠了挠脚底板，整个蓝胖子呲溜一下就从云里出来了。虽然约会被破坏了，蓝胖子还是大方的告诉大熊，自己用了半身出行云朵制造机和云之材料，做出了可以让自己的上半身单独行动，下半身留在原地的云朵。看着蓝胖子和做棉花糖一样做出云来，随后又穿过云朵变成2半，大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不过这也正合了他的心意，鹿木公园本大爷来了。蓝胖子还以为大熊要和他一起去，没想到大熊只想把他当作望风的工具人。蓝胖子也是心太软，即使再气不过，发现老妈听见动静上楼来了，摇晃大熊的屁股，让他回来装模作样的写作业，这才没有被老妈抓包。妈妈一走，大熊立马变回原形，乘着筋斗云随风而去了，风驰电掣，好不快活。这时胖虎他们还在苦哈哈的爬山，
腾云驾雾的大熊看到这一幕，优越感拉满了，不仅说什么只有上半身也能玩得开心，还要和大家一起比赛爬山。胖虎可容不下他这样装逼，拔腿就追着他往山上跑，没几步就给干趴下了，实在是没法和身轻如烟的大熊比呀。虽然爬山很辛苦，但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山上的红叶景色那叫一个地道，可惜大家已经渴到无心欣赏了。见状，大熊钻进云朵回到了家，然后偷偷摸摸揣了4罐果汁走。察觉到大熊的异常，妈妈去查看冰箱，果不其然，哪有一个人喝4罐饮料的？大熊果然在摸鱼。带着一身杀气，妈妈一步步走向了大熊的房间。蓝胖子听见那魔鬼般的脚步声，顿时头皮都要炸了。而这时，大熊也馋小伙伴们脱了鞋踩在落叶上的玩法，直接连下半身也钻了进去，只留下一朵云孤零零地飘在那儿。妈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听见那亲切的问话声，蓝胖子脸色铁青，缓缓转过头去，正好撞上妈妈那母夜叉一般狰狞的面容。搞清楚2个熊孩子整出来的幺蛾子之后，妈妈一气之下把云扔出了窗外。蓝胖子眼睁睁地看着云被风吹走，而远在公园里的大熊还徜徉在欢乐的海洋中，赶忙追了过去。玩尽兴了的小伙伴们正在烦恼，即使回去是下坡，那段路也很难走。大熊表示：“我有云朵，我不怕。”当场给你们表演大变活人，钻进云里就到家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云已经被老妈丢出来了。此时正好飘到公园的湖面上方，大熊就这样带着回到温暖小家的美好幻想，直挺挺地掉进了冰冷的湖中心。在一个接一个的喷嚏中，大熊感到自己像个小丑一样，真可怜。全程旁观的小伙伴们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大熊是在搞什么飞机？如果你是蓝胖子，有什么办法能在妈妈进门前把整个人都钻过去了的大熊叫回来吗？评论区说一说吧。